得知隔壁寡妇吃不起猪肉，屠夫每天都会带着一块肉去帮寡妇解馋。床下的仔仔恨极了这个男人，但心里更加恨自己连累母亲。仔仔是不老症患者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容貌依然只会停留在6岁这一年。母亲为了给他看病花光了所有积蓄，两人只能靠捡废品勉强度日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妈妈也离他而去，长不大的仔仔根本没有生存能力，只能在福利院生活。刚开始还有好心人收养他，可仔仔清楚的知道自己长不大的秘密迟早会被发现，为此他只能不停的更换收养对象。每次离开前，为了凑足盘缠，他都会趁父母不在家，将养父母家原有的孩子卖给人贩子，甚至为了避免暴露，还直接送货上门。这也给仔仔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此后他每卖完一个孩子，就会换一个孤儿院，然后继续装作孤儿被人收养。这番操作下来，他挣得盆满钵满，可他的秘密还是被人发现。最终他被抓进了研究所，在这里他结识了他唯一的好友阿猛。阿猛和他大不相同，身体飞速生长，智力却只停留在了6岁。一番交流下，他说服阿猛，靠着他惊人的体力，两人顺利逃出了研究所，并且成功混入一家孤儿院。不久后，再次有一对夫妻来领养孩子，男人是名刑警，女主人也十分漂亮，两人一眼就看上了仔仔，因为仔仔和他们死去的儿子十分相像。在新家里，仔仔伪装的十分乖巧听话，夫妻二人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仔仔6岁的外表下住着个40岁的灵魂。晚上，夫妻俩准备造人大计之时，门外的仔仔看到这一幕，转身回到房间就大哭起来。两人慌忙起身查看，仔仔慌乱地指着窗外说看到了妖怪。无奈妻子只好留下哄仔仔睡觉，而丈夫也只能独守空房。也是从那时起，丈夫阿光身边怪事频发。这天，他的同事泰哥在追查一起连环杀人案时从大厦坠楼，而一同被发现的还有昏迷在7楼的阿光。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十分凶残，每次都会用电钻在受害者背上钻满孔洞，最后因失血而亡。如此凶残的凶手却只是将阿光敲晕，并没有对他下手，这让警方产生了怀疑。根据调查发现，出事前阿光曾给泰哥打过电话，之后泰哥就被人放血后丢下了门，而阿光遭遇凶手却安然无恙，因此他也就成了众人怀疑的对象。同事们等在阿光病床前想要个说法，可不成想醒来的阿光却出现了短暂性失忆的情况，根本想不起来案发时的情形，并且只要回忆他就会头痛欲裂。为了尽快找出凶手，阿光第2天直接带伤调查。前面2个受害者，一个叫张金满，另一个叫马准，2名死者都没跟人结过怨，几人没有任何交集，唯一相同的是案发地点都在破边中，而阿光就是住在那附近。更离奇的是，每次案发阿光都在休假，这让他不得不怀疑凶手是在针对他作案。阿光担心起自己妻子和儿子，于是连忙赶回家查看，好在2人都没有什么危险。饭桌上，他拿出自己的备忘录，故作轻松地询问妻子小美是否还记得休假的时候自己都做了什么。小美表示，阿光休假期间都是在家陪孩子，只有泰哥出事那天出门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就匆匆离开了。趁着妻子去厨房的功夫，阿光询问仔仔知不知道休假的时候他们在家都做了什么，可仔仔表示阿光吃了自己做的蛋糕，其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阿光着急想要知道真相，却不小心吓到了仔仔，这让小美十分生气。仔仔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但小美十分疼爱他，为此2人还大吵一架。烦闷的阿光叫上同事，再次来到泰哥坠楼的大厦，试图寻找新的线索。阿光看着现场，努力回忆当时的情景，一个模糊的人脸在他脑海闪，这人一定就是凶手。但阿光头痛欲裂，怎么也想不起来。与此同时，大厦的保洁在旁边骂骂咧咧，说不知道哪个没素质的将水泵房弄得到处是血。2人听到后赶忙跑去查看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大量喷溅的血迹，并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带血的电钻。2人赶忙将东西带回了警局，经过化验，上面的血迹正是泰哥的，看来这就是凶手作案的凶器。不过上面并未发现任何指纹，这下线索再次中断。阿光烦闷地在阳台思考案情，仔仔却再次拿来蛋糕给阿光吃。阿光开心地吃着蛋糕，哪知一回头就看到仔仔的玩具也被钻满了孔。阿光激动地询问仔仔是谁弄坏了他的玩具，可仔仔却委屈地表示就是阿光给钻的。阿光瞬间被吓傻了，后背直冒冷汗，难道自己真的精神分裂？那些人真的是他杀的吗？想起之前案件的报告，阿光赶忙前去杂货间查看，果然工具箱里的电钻不见了。他不敢相信的在杂物间内四处寻找，无意间回头竟在门框上发现了2个带血的电钻孔，而旁边赫然就是一个血手印。阿光不可置信的将手放上去，竟然刚刚好。这下阿光彻底慌了，为了避免暴露，他用2根铁钉堵住了钻孔，还用油漆将血迹掩盖。一系列离奇的事情让阿光心神不宁，他找到泰哥倾诉，如今知道凶手到底是谁的，
只剩下了病床上的泰哥。可如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，凶手很明显就是在针对他，不仅跟他回过家，还在他家里做了手脚。一番发泄后，他也只能回家。可第二天泰哥就死在了医院，这下连最信任他的同事都开始怀疑他，因为泰哥就是在他探望后去世的。阿光现在百口莫辩，他心绪不宁地回到家，走过工具间的时候，竟发现房门虚掩，打开一看，瞬间吓得魂飞魄散。之前被他掩盖过的血手印再次出现，就连钻孔里的钉子也不见了踪影。如今他可以肯定，凶手一定来过自己家里。他担心妻子和仔仔的安危，慌忙地寻找二人的身影。看到二人刚从外面回来，没有受到伤害，阿光才稍稍放下心。他赶忙锁紧门窗，并命令妻子不能随便外出。妻子对此行为很是不满，但还是选择接受。阿光觉得自己精神出现了问题，于是找到医生了解情况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去做了检查，可结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。于是他再次前去检查受害者的尸体，从背上的钻孔发现，这些孔洞都是有规律的，似乎是什么图案。他连夜查阅资料，可翻遍了所有的网站都没找到线索，累得最后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与此同时，又一起命案再次悄然发生。脏乱废弃的房间内，一个女人在地上拼命朝外爬去，身边的老鼠毫不畏惧地啃食着女人。等她摸索着推开房门爬出去，求生的意识在这一刻到达了顶峰。在经历千辛万苦后，女人终于爬到了外面的大路上，哪知下一秒，警方接到一辆卡车司机报警，说自己不小心碾到人了。可警方赶到后，看到现场的情形，让所有人都不寒而栗。女人眼上钉着的钉子，正是阿光之前塞进门框上的那2枚。他强装镇定，和同事们勘察现场，同时窗户上的木板被不小心拽掉，正好能看到不远处的水库，而阿光家就在水库边上，这让众人对阿光的怀疑更深。阿光不敢多想，很快阿光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脑部的扫描一切正常，之前受过的伤也基本恢复，但是在血液里检测到了药物残留，并且这种药物的浓度还非常高，很像是慢性中毒导致。这种药物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导致病人头晕或者短暂失忆，药物后遗症作用比较大，是无法恢复记忆的，这让阿光十分焦虑。为了弄清真相，他再次来到女乞丐被关的现场查看，不料这一幕刚好被同事阿鬼发现。两人聊天时，阿光的行为越来越诡异，甚至声称遇见了凶手，自顾自地拼命地追了上去，可最终什么都没追到。阿鬼不放心地送阿光回家，回到家后，妹妹整理旧物，发现了一堆老照片。阿光随手拿起来查看，结果照片上面的几个玩伴竟全是前几起案件的受害者。阿光顿时心虚不已，趁没人注意到自己，偷偷地将照片塞进了沙发缝隙中。就在这时，仔仔拿着一堆画放在了桌上，而其中的一张兔子画像让阿鬼十分震惊，拉着仔仔着急地询问这是谁画的，而仔仔则是一脸天真的表示这是爸爸画的。仔仔的话让阿鬼瞬间变了脸色，这一刻对阿光的信任出现了动摇。回到警局后，阿鬼翻看被害者的衣物，竟在其中发现了一张阿光儿时的照片，并且几名受害者全在其中。阿鬼再也无法淡定，他不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张，私自带着阿光来到一处海滩，质问他为什么同样的兔子图案会出现在他家，而出事的几天他都在休假。见阿光还是不肯承认，他直接拿出照片问他为什么几名死者都是他小时的玩伴。现在所有证据都指向阿光，但他却没办法解释。他让阿鬼把照片还给他，并给他1个星期查明真相，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有抓住凶手，他就自认倒霉。可如今铁证如山，阿鬼怎会相信他，只觉得阿光是在拖延时间，坚决要把照片交给警方。阿光为了抢夺照片，两人撕扯起来，阿鬼不小心失足掉下了堤坝，头部重重地磕在了石头上。阿光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两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大。阿鬼以为阿光是想灭口，于是拿出电话就要报警。眼看事情已经失去控制，阿光彻底失控，竟杀死了阿鬼。事后他故作镇静地回到家里，没一会儿他就接到警局的电话，可阿光早已处理好所有细节，警方一无所获，无功而返。晚上阿光回想最近发生的事，他突然想起那张兔子画是2年前儿子死前画的，外人根本没有见过这幅画，现在连他自己都陷入了深深的怀疑，难道自己真的就是凶手？他再次来到杀死阿鬼的地方，正在思索沉思间，突然察觉身后似乎有什么东西，一转身就看到一个乞丐鬼鬼祟祟，他连忙追去，哪知乞丐竟朝着儿子仔仔的学校跑去。乞丐身手敏捷，速度极快，看到乞丐抱着仔仔，他吓坏了，连忙上前大声呵斥。乞丐见此，顺势丢下仔仔逃走了。阿光本想继续去追，不料仔仔痛哭着让爸爸不要丢下他，阿光只好返回抱着仔仔安慰。这一系列的事情让阿光十分害怕家人受到伤害，他躲在家里不敢出门，甚至连窗帘都不敢拉开，还拿着一把刀四处乱滚。就在这时，他在楼梯口再次发现了那张儿时的照片，可这次照片角落却多了一个人，在5人身后还有一个小男孩。
他竟和仔仔长得一模一样，这让他想起这个男孩30年前突然出现，说是他的哥哥，于是他就将男孩狠狠地欺负了一顿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男孩还是小孩模样，而曾经欺负他的弟弟，此时却变成了他的养子。不等阿光询问，仔仔就坦白了一切，自己本来就不是他的儿子，而是他的哥哥，只是因为患了不老症，所以30年来没有丝毫变化。当年母亲带着他来找爸爸，哪知爸爸为了荣华富贵，早就另娶他人，还生了一儿一女，害怕他们母子影响富贵生活，爸爸毅然决然地将他们赶出了家门。仔仔因此受尽了凌辱。之后母亲带着他捡破烂辛苦度日，为了改善伙食，母亲靠着身体换取的猪肉。后来母亲去世后被抓去营中，受尽了非人的待遇。逃出来后，他借着不老的身体，成为了弟弟阿光的养子，还天天抱着弟妹一起睡。如今他就是为了复仇，而阿光的失忆也不是偶然，那都是仔仔在蛋糕里动的手脚。为了报当年欺辱之仇，仔仔专门找到了当年一起和阿光欺负他的玩伴，一一将他们折磨死，并且将所有的事情都嫁祸在了阿光的身上。此时的阿光还是无法相信，一个孩子竟然能做出这么多事情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一切都是乞丐阿猛帮仔仔做的。他们是在研究所相识，也是他帮仔仔逃出难民。至于他之所以要杀泰哥，完全是因为泰哥曾说过他长不高，所以他就怀恨在心，用阿光的手机约出了泰哥，并让乞丐阿猛打伤泰哥后扔下了然后将阿光约到了案发地，将警方的视线引到了阿光身上。得知这一切的真相，阿光崩溃，此时的他恨不得马上掐死这个恶魔，可仔仔却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。这瞬间引来了妻子和妹妹，众人不分青红皂白就指责他，甚至都觉得他是疯了，竟然对着自己儿子下手。如今不管他说什么，大家都不相信。从那以后，仔仔就趁着没人时常挑衅他，甚至天天都要搂着他老婆睡。最后阿光忍无可忍，趁老婆妹妹不在家，将仔仔拖到了海里，想将他淹死。仔仔惊声哭求，阿光本以为就此可以解决仔仔，哪知仔仔丝毫不慌，竟在海里悠闲地吹着口哨游着泳。看到仔仔这副模样，阿光似乎是想到了什么，拼命地朝家里赶去，在地上发现了一把带血的刀。他小心翼翼地回到房间，此时火上的汤还翻滚着，却怎么也找不见妻子的身影。最终他在烤箱处看到一缕黑发，颤颤巍巍地打开烤箱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里传出医生的声音，原来妻子小美已经怀孕，刚预约了产检。此时阿光愤怒极了，当即冲出门外要解决仔仔。可就在他出去的瞬间，仔仔将房门反锁，而身后阿猛也手持电钻出现。好在玻璃上的影子让阿光及时反应过来，躲过了致命的一击。两人一番缠斗，阿光顺利地解决了阿猛。可此时仔仔早就趁乱逃走，阿光手拿电钻出门寻找仔仔。此时的他已经杀红了眼，终于在一处桥下找到了仔仔。就当阿光已经将仔仔逼入绝境，打开电钻准备解决这个恶魔的时候，警察及时赶了过来。仔仔见状再次轻声挑衅阿光，说他已经没有了机会，等他死了以后，他就可以靠着妹妹生活。说完自顾自地表演起来。听到仔仔拿最后一个亲人威胁他，阿光忍无可忍，打算掐死仔仔。就在这时，几人及时开枪射击，仔仔才没被伤害。后来在审讯室内，面对妹妹的质问，阿光选择了沉默。或许不让妹妹知道真相，才能保护妹妹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真相总有一天会明了。